這應該是樂高這幾年加量不加價的典型代表了。作為小比例越野車，這輛42213福特烈馬不但具有非常出色的外觀還原度，並且還加入了通常只在更大比例套裝中才會出現的前後懸架設計。相對於這幾年在設計方面總是被吐槽的旗艦超跑或者工程類科技組，這輛200多就能到手的越野小套裝呢，反倒是在設計方面獲得了玩家的一致認可。那麼本期視頻我們就來詳細的看一下它的具體表現。先看包裝，彩盒正面是一個越野場景圖，年齡定位9歲以上。彩盒另一面除了背面視角圖以外，還對功能玩法做了一些圖示介紹，不過並没有展示這款套裝關鍵的懸架設計。打開彩盒，943片零件一共被分成了7個大步驟分包。再看拼搭手冊，作為1000片以下的中小型套装，這本拼搭手冊的尺寸和厚度確實是有一點越級的感覺了。不過有點可惜的是，雖然是正版授權的套裝，但是開篇彩圖呢是一頁都沒有，只是在手冊的末尾放了2張彩圖，其中一頁還是直接照搬的彩盒背面。那總部數呢，一共是有230部，不均4.1片零件，算是中規中矩。那貼紙呢是有像這樣的一小張。接下來是伴隨這款套裝一起發布的幾枚新零件，包括編號為6618的3×9輪眉零件。這枚零件在同期新品42212法拉利 FXXK 上也有出現。然後是編號為6616的輪眉零件，可以搭配6618使用。編號為6620的55.9×22的輪胎，對於這種小比例越野車，這枚新輪胎呢會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。最後還有一枚在42210和42212上都出現過的6610 4單位連桿，在這款42213上也是再次出現。下面我們來看一下內部設計，這裡是全車設計最精彩的前懸架。首先，前置的 V6 發動機採用了去年發布的4369活塞和4368曲軸這套組合，而 V 型氣缸角度則是採用了6611 4通十字軸連接件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虽然是今年的新零件，但這枚6611目前已經在一共6款科技組套裝上出現過了。而4368和4369作為去年8月才發布的新零件，到目前呢也是一共被多達15款科技組套裝使用，也是展現出了非常好的可复用性。回到42213來看轉向結構，那轉向動力從車尾方向過來以後，通過一枚12齒齒輪驅動轉向齒條，然後通過全新的4單位連桿驅動轉向節。再看懸架設計，前懸架採用的是一個獨立懸架方案，其中上下擺臂採用了今年新發布的5997球渦連接件。另外，出於結構緊湊的目的，設計師並沒有在懸架兩側使用避震零件，而是首先在下擺臂上設計了一個推桿結構，然後使用一枚避震零件把兩邊連接起來。所以當其中一側懸架受壓，那麼除了中間的避震零件會吸收壓力以外，這個壓力呢還會傳導至另一側懸架，所以是一個兩側有一定聯動的獨立懸架方案。那雖然這個懸架原理和原型車肯定是有差別的，但作為小比例越野車，這已經是一個非常不錯的解決方案了。這裡可以看到，雖然是小比例越野車，但是設計師呢也是在後懸架中加入了差速器，和 V6 發動機之間通過一組12:20和一組8:8的齒輪組完成連接。而轉向動力也是從車尾方向過來，然後向車頭傳輸。其中動力在中間這裡呢，經過了4枚16齒齒輪。後懸架採用的是一個整體橋懸架方案，不過和常見的整體橋懸架的結構呢，有着非常大的區別。首先可以看到，整個車橋並不能整體上下運動，而是只能繞中心點擺動。那這樣設計的好處呢，是可以取消連桿，從而讓整個懸架結構更加緊湊。進一步的，設計師並不是簡單的在左右兩側加入避震零件，而是讓兩側避震的支點可以在一定角度幅度範圍內上下擺動，從而起到增加兩側懸架運動行程的作用。簡單講呢，就是可以帶來更大的扭腰姿態，所以確實是一個緊湊而又非常精彩的一個設計。那接下來通過加入電機的測試，我們可以看到整個車子的聯動呢也是非常的順暢，並且這輛車呢目前也已經有好幾位玩家把它改造成動態版了，可玩性確實是非常的高。
再看引擎蓋開合結構，可以看到設計師在這裡做了一個可動的鉸鏈結構，從而避免在開合過程中可能會發生的和周圍結構的干涉問題。好啦，那麼這輛42213的拼搭一共用了大概5-6個小時。在外觀方面，雖然是小比例越野車，但是整個車子基本沒有什麼鏤空的破面，在外觀完成度方面確實是做得非常的不錯。當然，方方正正的原型車本身呢，也並不需要太多的角度創建。不過在 A 柱、引擎蓋，還有車頭兩側這幾個地方呢，設計師仍然還是做到了角度創建。另外，除了主副駕駛座椅、方向盤，還有中控台儀表盤這些內飾，設計師在後排這裡還做了一個靠背的設計，也就是模擬出了後排空間。在車頂這裡，除了使用深灰色零件搭建出了行李架，中間呢還使用橙色零件做了2塊脫困板，配合行李架前面的這一排白色的探照燈，那也是讓這輛烈馬整體看起來呢更加具有運動感。在功能方面，首先，前独立悬架可以回彈，並且可以看到這個回彈的行程呢，確實是非常的清晰。後整體橋懸架並不能整體下壓，而是只能左右擺動，也就是做出扭腰的姿態。那測試下來，雖然這個扭腰的幅度並不是太大，但作為小比例越野車也算是可以接受的程度了。最後是推行以及發動機聯動，可以看到聯動呢確實是非常的順暢。而轉向旋鈕，也就是車尾的備胎，測試下來也是沒有問題的。最後就是引擎蓋以及兩側的車門開合，那這種小功能呢，自然也沒有什麼問題。在牢固度方面，雖然設計師在比如車頭、車門上方這些局部位置少量的使用了一些磚塊零件，但是整體呢，並不會有不牢固的感覺，至少應對日常的把玩呢，是完全沒有問題的。我們也可以看到，這輛烈馬雖然上市只有2個多月，但是在 Rebreakable 上已經有了20多款套內 mock 作品了。光是把它改造成動態版就有4套以上的方案，並且從最終我們拼完的這個實物來看，這輛車確實也是非常適合動態版的 RC 改造，所以感興趣的玩家也可以嘗試一下哦。好啦，在本期評測結束之前，我們再說一下這輛烈馬上的2枚不知道用途的零件。其中1枚是6628球頭零件，可以看到是安裝在後懸架下面這裡。另外1枚呢是24375橡膠墊零件，安裝在 V6 發動機的後面。這裡如果有玩家知道它們的用途，可以在評論區發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哦。咱們下期見，拜拜。